大家好，我是技术老金，今天给大家分享如何用好 Gemini Client。为了帮普通人提升工作效率、提升创作效率，不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实操。今天的这个题目是用 Gemini Client 处理复杂任务。那么下面呢，我们给一个案例啊，通过案例学习之后呢，大家可能会衍生出很多的想法，用 Gemini Client 能处理很多解决大家平常手头的一些的工作的一些方法，可能有打开一个新的思路。我们来看一个需求，我们用一条自然语言指令完成批量创作，也就是我们一般这个写文章，然后呢，并且能够生成 Word 文件。为什么用这个一条自然语言指令？我们平常如果要完成这样的一个批量创作，并且能够批量创作这个包括之前我们一般在网络上面生成都是每次输入它只能帮你生成一篇文章，那么批量的话，它就可以一次生成多篇文章，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执行多次，最终结果呢，它还可以生成 Word 文件那就相当于它是一个多步骤的一个任务。那么用 Gemini Client 它是怎么样帮我们能处理这样的一个任务的？那下面我们举个具体的案例，比如说我输入一个让它帮我生成10篇关于Gemini Client 如何帮助普通人创作用不同的观点和角度，也就是说我10篇它的用的是不同的文章，然后它的观点和角度输出的，然后呢每篇文章分别写入到不同的文件中。那我们来直接实操。好，我们把这个复制下来。Gemini Client 我们从头登录一下，我们直接把这个全部放大一点因为我本机用的就是乌班图，就是 Linux 操作系统，我们直接就用它的命令行，直接输入我这个 Gemini 的 Client 的安装，我们就这一篇里面不介绍了，大家如果需要了解的话，可以到我的其他的视频里面去学习，去观看它的一个完整的安装步骤。我们这里就不再说了，我们直接进入在命令行输入 Gemini。如果是Windows 系统的话，那你需要在进入Windows 系统的命令行里面，然后进入这个 Gemini 的 Client 的命令行。那么我们这个上面这个我们就不看了，我们直接在这里面输入命令。我们先让我们的这个单独创建一个文件，这样我们待会儿好看一点。我们让它先看一下我们当前在什么路径下面。当前的目录是这个，我们让它进入一个新的目录。比如说我们创建一个测试的目录，并且 cd 进入。我们就进入一个新的目录里面，然后呢，它具有可以它可以帮我们创建目录创建这个目录，但是呢，它不能帮我们去切换目录不能切换目录。那我们先让它帮我们这个目录先创建好。我们看它现在的什么，等一下，看能不能进入 test。它不能切换目录这没关系，我们就告诉它，我们让它写入到什么目录下面去。我们继续这个。那这个10篇的话，我们为了节约时间，我们这个写少一点，写3篇吧。我们主要是打开大家的这个是打开大家的思路。
那么它帮我生成写3篇这样的文章，然后呢写入到目录，就我们刚才创建的那个目录里面去。目录，我们来看一下结果。他在处理这个任务，所以需要花点时间。他现在已经开始创作了。他为我们生成了3篇不同的角度的文章，并且分别保存到我们指定的这个目录下面。它这个都是完全符合我们的需求的。然后呢，分别写了3篇文章，它的角度文件名是什么然后它的对应的角度是什么，然后这是文章。最后呢，它每次文件的这个写入，就是对你这个也是为了本地的这个文件的目录的安全，它会有一个人工的一个交互确认你是否允许它写入这里面。第一个呢只允许1次，第二个呢可以允许它后续的所有的操作就不再询问你了。那我们先按只让它询问1次吧，当前这一次的。那么它现在已经正在开始在执行这个任务了。第1篇写完之后，它现在开始应该在写第2篇，然后最后才写第3篇文章。那我们再允许一下。好的，完成。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目录里面是不是生成进去了。text 下面确实生成了3篇文章，有标题，有它的内容。那我们这个现在完成的这个前面的这部分就是批量创作的这一部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如何让它帮我们最后这个结果写入到 Word 文件里面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般创作的很多，包括我们在网上创作的一些文章，AI 写的文章，它的格式都是 Markdown 格式。来写一遍。增加写入到 Word。那么下面呢，我们除了完成上面这个批量创作，然后再给它增加一个，还要把它写成 Word 文件。那我们再回到这里，那么写到 Word 文件呢，我们这里面需要使用到一个工具，叫 PanDLC 的这个工具。这我本机呢已经安装了，我们用本机用 apt install PanDLC 这个安装了这个工具。比如说Gemini呢，它可以调用本机的一些你安装的一些工具，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创作写入到文件里面，它还可以支持你调用你本机的一些工具。那我们来实验一下。那我们先把刚才创作的这些文章呢，给它这个目录里面的文章给它删掉，然后我们再让它重新写入文件，并且生成 Word 文档。来试一下效果。先把这里面的文件删掉。好，下面我们再来写入到这个目录，
后面补充一句需求。最后把所有的文件转换成 Word 文件，用 PanDoc 工具。OK， 我们现在要输入的指令是，完成的工作是让他帮我们生成3篇关于这个话题的文章，然后呢用不同的观点和角度，然后呢每篇文章写入到不同的这个文件中，最后把所有的这个文件呢还要用这个 PanDoc 工具把它转成 Word， 它的目录呢是写到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测试目录里面。我们现在回测。这时候他在做一些请求处理。现在呢，他已经在开始创作了。那么这次呢，我们就不再一次一次的这个允许了，我们直接全部允许，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观察到他写入的目录是正确的，不会往其他的无关的目录去写入文件。他这次直接写入3个文件。他帮我们成功的创建了3个文件。现在呢，他将调用 PanDoc 把所有的文件转成 Word 文档。那么这是他调用的需要指令，我们来允许它。因为有3个指令，3个文件，然后他已经成功的将3篇文章转成 Word 文件。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目录里面是不是完成了Gemini Command 有没有完成这项工作。先看它生成了3篇文章，对应的写到 TXT 文件里面了。这个它已经完成了。我们再看一下 Word 文档。那么它也完成了也完成了。所以这个呢，我们给大家演示了一下这个需求。这个需求呢，相当于它是完美的胜任了它这项工作。我们只输入了1条命令，它批量的完成创作，并且生成到写入到文件。最后呢，还调用了本地的工具把它转成了 Word。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主要是关于这个功能。那么通过这个功能的演示呢，大家可以举一反三，后面的其他的大家在创作文章的过程中，以及在办公的环境下面有哪些很多的问题都可以去通过用 Gemini Command 去帮我们解决。它不光可以读取目录里面的文件，还可以写入文件，那么就可以创造很多的可能性。那我们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再见。